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今天比特币仍然处在震荡行情当中。那么整轮行情我们见证了比特币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由悟空阴线组、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构成。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这个唐僧阴线，实际上最终形成了一个反弹的 K 线，形成了一个十字星，但它的最低位的这个位置已经非常接近于57500美金的200日均线附近。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开启了反弹。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做4小时级别反弹动作。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也见证了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做出了这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西游。但是呢，我们看到上方是存在筹码密集区，位于64000美金的一个阻力位，因此呢，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开启了停滞不前。但本轮行情的盘延，我认为是 SOL， 那么 SOL 也有通过 ETF 的预期，因此呢，成为本轮反弹的急先锋，也是盘延。那么在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 SOL 类似于比特币做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到达200日均线附近之后开启反弹。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 SOL 走出了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那么目前为止，它已经完成了2轮次的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150美金200日均线附近注意看，这里是4小时级别200日均线附近构成了压力，因此呢，这个位置上是有机会出现突破的。这个位置突破之后呢，它的反弹的时间级别有机会放大到日线级别。如果出现日线级别反弹，我们将见证 SOL 走出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回到平台期165美金附近。当然了，如果能够出现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前提是它正式通过了美国的 ETF， 才有机会在本轮行情当中做出快速反弹。如果没有通过的话，目前150美金正好是它的压力位在这个位置上非常容易回踩下来。而且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比特币的这轮下跌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我们看到了比特币已经经历了3个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并且呢，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过程当中，走出了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3到6月份的震荡，我们都可以认为这个是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所遇到的干扰性 K 线，也叫妖怪 K 线。那么随着震荡的完成，上方是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本轮行情我们看到悟空阳线这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几乎被空头斩杀掉了。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在空头方向上，我们观察到比特币在周线级别这个角度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那么未来是有机会走出唐僧阴线，最终完成它本轮行情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但是呢，周线级别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反弹，也就是本周的反弹，我们是认为它仍然处在沙僧阴线的势力范围。那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这里震荡反复之后，仍然有机会走出唐僧阴线。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比特币在周线级别最大的跌幅是达到了23%，而上轮行情21年的走势过程当中，同等位置的情况下，我们看到21年4月到21年7月，它的一个下跌过程最大跌幅达到了55%，因此呢，对于第4轮减产牛市，目前的调整幅度还是不足的，仍然有很大概率在周线级别第4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悟空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开启它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呢到达大概是55000美金附近，完成它这个周线级别唐僧阴线这个过程，这个调整过程。同时呢，目前在日线级别上和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目前正处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这个位置上是非常容易变盘的。变盘完成之后，我认为可能会跌破日线级别的200日均线，最终呢到达55000美金附近，然后开启反弹。但是呢，这个结构我们通过延长之后，我们认为比特币的正常震荡区间是73500美金到61000美金，这个震荡区间在接近近焦点的位置上发动跌破。那跌破之后呢，我认为下方65000美金下方是属于比特币本轮行情的黄金坑，也就是价值低谷的位置。因此呢，在200日均线附近或者跌破200日均线附近是一个非常好的抄底的位置。那么 K 线西游战法带给我们的是分仓进场，设置止损，同时呢注意把握方向。那么目前的方向仍然是下跌趋势，但这个下跌趋势是在牛市当中的牛回头的趋势，是步入黄金坑的趋势过程当中。那这种趋势呢，我们认为是千金难买牛回头，把握机会，把位置的这个点位呢，我认为这个位置是在55000美金附近的这个黄金坑的这个区域当中。那么如果进入黄金坑，势必要大量进场，那么耐心等待10月份每年的10月份都是比特币月，同时呢，牛市的10月份这是比特币月的黄金高潮期。那么在10月份的过程当中，我们将见证比特币发生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势必会顶过10万美金上方。那么这轮行情热点币种稀缺，我们看到最近几天热点币种是 ENS、PEP、WIF。
那么 ENS 这个币种呢，是以太坊上炒域名的一个币种，是一个非常冷门的，起码在现在这个阶段相对冷门的一个币种。那么资金涌向它，证明是资金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出路，所以呢，挑选这种小币种进行炒作。那么同时受到热点资金关注的也有 PEP 和 WIF， 这也是恶魔板块的一些币种，证明资金现在目前没有很好的落脚点，所以呢，炒作这些小盘的、热门的、非常容易引起人们注意的币种。那么以 ENS 为例，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两轮这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么通过合并 K 线，可以在周线级别上观察到本轮行情它的走势相对来说比较极端。首先呢，完成一轮这个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做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杀，那这个下杀非常恐怖。我们看到对称性的涨跌往往是对多头最残忍的动作。那么对称性下杀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双重巴特。那在双重巴特过程当中，我们首先看周线级别5月份的这个起涨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后面这个 K 线呢是一组概率性的这个 K 线。概率性 K 线走完之后，那本周的行情我认为是周线级别的8节阳线。那么有了8节阳线之后，对于上方是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预期的。那么对于热门币种热点炒作，并且是在调整过程当中，在反弹过程当中出现的热门币种是应该给予一定重点关注的。但是呢，这里面一定要注意的是，设置止损在$27附近，因为这个位置是平台期，这个位置如果跌破的话，是容易出现类似前面行情的一个对称性涨跌的。那这种 K 线呢，一定要高度重视风险，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HIGH 就走出了这种杀人的 K 线。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线级别上。HIGH 走出周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这个近焦点呢，我们可以用日线级别画出来，接近日线这个近焦点区域上发动变盘，首先是突破性的动作，那么这里的突破是假突破，然后狗庄出现日线级别的连续下跌。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2轮次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由第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悟空阴线、8节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然后呢接近144均线附近之后，正常应该起反弹，但是没有起反弹，而是做第2轮次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第2轮次。这个悟空阴线、8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唐僧阴线走完之后继续阴跌，所以呢，这个走势如果是ENS 也走出这种结构的话，会是一个凶杀 K 线。所以呢，对于这种急速上涨、热点板块、热门币种受到游资炒作的这些比较冷门的山寨，也是要给予一定的注意的同时，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设置止损。同时呢，不要对狗庄抱有任何幻想。那么 HIGH 呢，我们之前看到走势非常好，非常牛逼，走出一个向上的收敛三角形，是有机会发动突破的。但是狗庄在这轮行情当中血色浪漫式的下杀，我们看到它的最大下跌幅度达到惊人的81%，这在牛市当中也是一个惨案。但是下方我们看到也存在一定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呢，我们看到盘整已久，它的一个盘整时间级别，我们认为是在22年到24年长达2年时间盘整。盘整过来之后，然后发动了一波上涨行情，可以看到从底部上涨到顶部$9.9附近，已经有8倍涨幅。虽然打不过 SOL 的涨幅，但是也是非常牛逼的一个币种。但是下跌也非常恐怖，达到了80%以上。但是下方再往下走空间不大，因为下方是长达2年的筹码密集区，也是超级主力的成本区附近。因此呢，对于目前的 ENS 是有机会走出类似 K 线的，所以呢，在几场山寨特别是这种冷门山寨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么也有一些币种在这轮行情被错杀，比如说 DYDX。那这个 DYDX 呢，我们认为是类似于 Uniswap 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那么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呢，可以进行合约交易，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底带的位置。那么 UNI 呢，是和它类似的可以进行对标的币种。那么 UNI 这轮行情走势相对比较强劲，我们看到被美国错杀之后，把它起诉了之后，从$17跌到$6，然后它的一个下跌过程最大跌幅达到65%，然后反弹过程我们看到形成逐渐的台阶，首先底部一个台阶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近焦点附近发动反弹，然后目前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重新形成收敛三角形。目前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均线上我们也可以看到200日均线附近这个筹码密集区构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对于 UNI 来说有基本面支撑，因为它在整个去中心化交易平台上交易量占比85%，那这种支撑呢与它当前价格形成了高度背离，因此呢，对于 UNI 我认为本轮行情仍然有机会走到$100附近。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订阅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